2025年，在中国农村，依然有成千上万的男人被高额彩礼，被相亲失败，被父母以死相逼，逼到绝境。他们以为花10几20万，就能从缅甸、越南、老挝进口一个听话、勤快、愿意生娃的老婆，并彻底翻身。可他们不知道，自己只是跨国诈骗产业链最末端、最好骗的付款方。那些外国女孩被反复转手，被培训半年后必须跑。他们究竟是谁？为何花重金买来的新娘最终会人间蒸发？其实真相远比想象更黑暗。接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吧。2025年的春季，在中国湖南省浏阳市一个普通村庄的院子里，10几名缅甸女孩低头坐在角落，柴火味呛得人睁不开眼。38岁的江西男人陈江穿梭其中，像逛菜市场一样左看右看，最后选中了代号茵茵的23岁女孩。婚姻中介王炳拍着胸脯保证跑了全额退款，生了娃我帮上户口，18.8万元现金往桌上一放，婚姻介绍协议就签了，人就归陈江了。签约日期为当天2025年2月15日。那一刻，陈江以为自己买下了后半生的安稳，但几个月后，他才明白，自己只是给诈骗团伙打了一笔半年期分期。陈江花钱买来的第一个外国女孩，到家就嚷着买最新款 iPhone， 开口闭口骂老公，无奈只能换一个女孩。可是第二个女孩几乎不做家务，无奈陈江又换了，第三个女孩终于勤快了。陈江以为这回成了，但是2025年9月20日，女孩失踪了。无独有偶，51岁的老李花同样的18.8万给有听力障碍的儿子买了个缅甸媳妇，前几个月表现得像教科书里的完美媳妇，会喊爸妈、洗碗、打工。9月5日说去买点东西，再也没回来。女孩哭着说想离开中国要回家，可中介扣着她的钱和护照不让走。要知道18.8万可是中国农村一家人打工10几年的全部积蓄。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揭开的真相令人感到毛骨悚然。其实这些外国女孩根本不是来结婚，而是来上班的。每批几十人偷渡进来，先集中培训，学会喊老公，学会喊爸爸妈妈。前半年要表现乖巧勤快，取得信任，后半年要故意闹矛盾，或直接找机会跑。跑掉后立刻就被接走，化妆换衣，卖给下一家。有的女孩被转手3次、4次，每单成交，她们只分到几千块，而大头全进了跨国婚介的腰包。中介美其名曰售后无忧，其实是精准控盘的诈骗闭环。来自中国江西余干县的毛总是半个文盲，在农村靠养猪为生，却成了跨国骗婚圈里的灵魂人物。2023年，他给老汤的侄子介绍了一个越南新娘，收费7万，第4天，那女孩就人间蒸发了。毛总靠租民房伪装成越南女孩的娘家，并安排担保人签保1年不跑的假协议，里应外合，配合演戏，一旦钱到手就让女孩跑。2023年8月，毛总因诈骗罪被抓，警方发现他手里至少流转过几十个外国女孩。37岁的湖南人李凡，身高1.59米，年入20万，却被父母拿农药逼婚。老乡阿鹏把他介绍给老挝的蒋总，3次往返老挝后，李凡被要求先交2.3万的办事费，再转7.5万的彩礼体检签证，之后又准备1.1万给未来的媳妇买 iPhone 和衣服。可每次到了约定的日子，蒋总的答复永远都是女孩还没找到。最后一次，李凡在老挝还被蒋总的年轻老婆亮出手枪威胁，无奈李凡半夜花钱找当地人送他逃回国。
前后被人骗掉11万，连老挝女孩的手都没摸到。她报警后才发现，在老挝，连警方也要好处费，收钱却不录案。中国刑法明文规定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，最高可判3年。很多婚介买家其实心知肚明这是违法，却抱着我不报警就没人知道的侥幸。河南王博一家花费11.9万，从某跨国婚介那里买了个柬埔寨的女孩，但几个月后，那女孩跑了。之后，王博的父母和弟弟双双被判刑，父亲在判决前去世，临终还在问道：“那11.9万能要回来吗？”其实，判决书里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被买卖的妇女，而不是掏空积蓄的中国农村男性。虽然江西的毛总后来被判了，但某老板还在相亲群里发老挝女孩的照片，老王被抓了，新的中介立刻补位。只要中国农村还有几十万彩礼，还有被相亲市场彻底抛弃的男人，还有父母以死相逼的催婚，这条跨国诈骗与人口贩卖交织的产业链就永远有生存土壤。11.8万、18.8万、20.8万，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被幸福收割的中国农村家庭，也是无数被暴力与贫困推进火坑的东南亚女孩。这些人都不是赢家，而唯一的赢家是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带，精准收割双方困境的婚姻中介。目前为止，这场跨国悲剧远没有结束。